县主可曾见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进房，宫中进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公常年拉板车，足印前深后浅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新角公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丞果然厉害。县主，冒犯了。有线索了，跟我去抓人。县主，你怎么众目睽睽之下和太史丞牵手啊？太史丞掐指神算，这不就把凶手的方位找到？掐指神算是掐别人的手吗？大叔，可认得一个叫娄绰的人啊？不认得，干这行的不问姓名。他是宫里的内侍。来卖货的10个有9个都说自己是宫里的内侍，就为了多卖几文钱。但咱可不傻，看货定价。就是。干活了。我们话还没问完呢。这位是真正的贵客，可不敢怠慢。他卖的全是纯正的宫里货，那都是上好的肥料，黄泥土。过去看看。好。娄绰，娄绰，老大，玲珑草。别让他跑了！跟我回去。对自己这么狠。也跑不掉了。郡主，本人要去哪儿？内业局的牢房满了，劳驾顾司职把人押回大理寺吧。郡主，你是要把案子让给大理寺？借用一下大理寺的大牢而已。哦。郡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般真的可以吗？
这样他一不能自杀，二不能逃跑，我们香喷喷的不用受罪，不好吗？县主开恩，让你在热水里舒舒服服的泡着，还不赶紧交代？哎，你。 那今日就由我来审吧。太史晨起。胡达在后宫放贷借钱，又贪财好色，对他有怨气的大有人在。你杀胡达。 是因为欠钱还不上，不是因为钱，那是因为女人。你恨那个女人，不，你爱那个女人。你因为爱她，所以对她恨之入骨。可你身份低贱，又脏又臭，她看你。 就像看苍蝇老鼠一样避之不及，你越是想接近他，他就离你越远。不过都是在宫里伺候人的，谁比谁高贵，谁又比谁低贱呢？一个女人而已，该杀。胡达长得比你英俊。 有钱又大方，你喜欢的女人喜欢他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他。你恨他，所以你杀了他。杀！太史成，你何时学会的审讯啊？并不会，只是模仿皮毛。 只可惜，胡达没死。你真是没用，得不到喜欢的女人，也杀不死嫉恨的男人。胡达好好的活着，还会有很多漂亮女人喜欢他。可是你呢？你喜欢的女人死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只要说清楚怎么杀死韩晓，我就给你一条生路，让你杀了胡达再死。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会给你一条生路，但是是一条生不如死的路。你自己选吧。好，我说了，你敢如实上报。这世上我不敢的事可不多，你可以试试。县主，老臭啊，你个人厌狗嫌的东西！好大的排场，竟敢耽搁县主这么长的时间！如今证据确凿，罪行昭昭，还不速速从实招来！县主真是别出心裁，选了这么特别的地方审讯。老臭，还不快说！
含笑是被我砌进墙里的。本是武将之后，年少时因家中获罪，入宫做内侍，一直在禁房做清教工，又脏又臭，人人避之不及。这偌大的皇宫，金碧辉煌，花红柳绿，都与我无关。宫女再美，宫花再艳，我都未曾多看一眼。每日做完工，都得回到那间常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。陪伴我的只有老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韩笑。我们清教宫很少往掖庭去。每月发俸，都派一个人把我们整个禁房所有人的钱都领了，免得去的人多，招人厌烦。这什么味儿啊？臭啊！哎呦，清教宫什么时候也能直接来掖庭领钱？那是我们禁房所有清教宫的钱。我不敢丢一分，我只能拼命捡。掏粪呐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该不会是偷了吧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这些钱全都是哪来的？啊？是不是闲得慌？太闲的话，跟我去给淑妃种花。韩笑姐姐，你饶了我吧，这大热天的，我会中暑的。还不快滚！哎，是。我入宫10几年，第一次有人帮我出头。发什么呆呢？快把钱收起来，回去吧。哎，第一次有人对我笑，那个人就是韩笑。自那次之后，只要我干完活，就会想办法去看看他。他在淑妃宫里做事，想见他很难。不过我也有我的法子，能远远的看一眼，也是好的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他跟那些人一样，瞧不起我。韩笑姐姐，吴间座，上次那笔钱，利钱可以给你最低。多谢胡间座。不过嘛，跟我来吧。好。还有什么可警告的？还不是和那些人一样，嫌贫爱富。所以你就杀了他。你们若不想听我说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大理卿稍安。大理卿。罗硕，你继续说。后来，我听说他要出宫了，我想着总归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就偷偷写了封信给他。没想到他连回都没回。
我还以为我们这辈子再也不会见面。但缘分这事还真是说不准呐。他就那么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地躺在水沟里，被送回我身边了。我明明救了他呀，好生待的，可他还是嫌弃我。我是他的恩人呐，没有我，他就死在路边了。我把他关在我的卧房里，让他陪我。这次他不拒绝了，学乖了。后来呢？过了10余日吧，他就死了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到死之前还惦记着胡达，每天胡达念叨个没完。最后陪在他身边的人，不还是我吗？你是因为嫉妒，才杀了胡达。胡达他不该死吗？可是韩笑已经委身于你，你为何还要杀他？我没杀他，他身子太差。有一天，我干完活回来，就发现他死在屋里了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彻底不能离开我了。不过才3日，他就臭我，身上长出疹子，很难看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它埋了。你可以把它烧成灰，也可以将它抛尸宫外。为何要将它弃进宫墙之中？这样，我每天运送公桶的时候，就能看到他呀。谁？是我。这是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，无法使用卢振烈。我娘喜欢调药香，还喜欢用药香熏灸。有些药香色重味浓，熏过之后皮肤会被染色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。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，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。熏伤之后，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。那快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刺青的药水。县主又想干什么？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，倒上刺青的药水，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能指认卢振莲了。那你的手臂呢？就打算一辈子带着这个刺青？也没什么不可。
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，我阿爷阿娘都死了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对于县主来说，查案大过天，比你的身体，甚至比命都重要。如此兢兢业业，义无反顾，萧某自愧不如。可若县主受了伤，有新的案子要查，又将如何？我自有分寸。县主的分寸，不过是一向独行，不愿麻烦任何人。这样不好吗？简单直接，能最快得到答案。县主可曾见过流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思伯、五人、顾思止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。我不怕麻烦，因为星星之间是相互牵引的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师长。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，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？县主落水时，周遭只有我一人，宫人内侍都居于湖对岸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若我看见凶手，是绝不会隐瞒。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好像有点烫。不会熟了吧？抱歉。二位，仵作已经验明了，韩笑的死因是在秀火楼长期遭受虐待，他尸体上的伤疤和卢正廉的鞭子完全吻合，是卢正廉害死了韩笑。韩笑？杀韩笑的不是娄绰吗？娄绰遇到韩笑之后，一直在求医问药，没有他的照顾，韩笑活不过3天。这么说，卢正廉才是真正的凶手？不能完全给他定罪，但他也别想安安稳稳地待在牢里了。把他提出来，我要带回内业去。这，快去把人给我追回来！追回来？今天天没亮，卢正廉就被发配回乡了。谁准的？县主，昨夜杨侍郎秘密宴请了恒王和于侍郎，说有要事相商，让下人们不许靠近后院，只留下了这些武技伺候。武技是平康坊哪一家的？
好像是家妓。家妓？能查到身份吗？脸变形肿胀，不知来历。他们的主家呢？这些姑娘有专人送过来，还有特别的暗号，对方什么来头，下人不知道，也不敢多问。死者嘴唇、指甲乌青，身体僵硬，应该是中毒。但是酒水、食物、熏香、蜡烛都已经查验过了，无毒。是。池中之水查过了吗？也查过了，不过很奇怪，水中有毒，但量很少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毒死的话，得把这一池水喝光才行。也可能是他们中毒之后，凶手将剩余毒物倒入池中。他们死亡时间相仿，几乎是同时中毒，但喉咙没有黑，所以毒不是从口入的。难道这是泡澡泡死的？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这是西域传过来的烟狱，在石炉下面烧火，把石头烧热，再把水浇在石头上面，就会腾起热气。人在热气里蒸着，据说可以活血健体。最近西京城很时兴这个。大理寺很厉害，这不就把案破了吗？啊，破了？怎么就破了？毒就是这么让他们吸进去的。什么毒查出来了吗？看他们中毒的症状，应该是几种毒药调配而成，但是池中的毒被稀释得很厉害，很难查到。把水拿给老鬼头，他有法子。那四伯已经致仕了，要不是刚好有时间。小兄，信主。这玉事我总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我又说不上来。门房说，确实有一个男人是送那几个舞姬一起来的，后来又提前走了。他以为是送舞姬的下人，就没多留意。那人是凶手？不知，只是那人一定也中毒了。凶手借滚烫的石头将毒散在空气中。最早在屋内的恒王、2位侍郎以及6位舞姬中毒最深，毒发最快。我们要找到这个人。因为最晚到浴室，所以中毒尚浅。但往外跑的过程中，还是有毒发表现。通往浴室大门的灯都倒了，应是那人踉跄出门撞翻的。去查今日告假的官员，不管病假事假，都要见到人。避而不见的，我们就亲自探望一番。是。那人坐在2位侍郎中间，应是主位。那就更简单了。只要查4品以上的就好。想到什么了？没什么。顾司职，无人娘子，你怎么在这儿搬尸体啊？原本已经将我革职为民，听说有人帮我在大理卿那里说了好话，让我继续留在大理寺。现在就是个普通须役，这些活儿也是我该做的。信主，太史丞。县主，如何能帮帮顾兄啊？我本就有错，罚得不远，能穿这身衣服在此做事，恐怕也是多亏了2位。
顾兄一时冲动伤了人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大理寺的内部纠纷，何至于惊动了吏部？这是什么？烙印，跟含笑耳后烙印一样。你一定懂这细腻的美。我给这酒起名叫琥珀光，你看，这色泽，再闻闻这香气。李斯伯好手艺。这是我从波斯人手里买的最好的葡萄，只酿这么一小桶。来，开坛第一杯，你来尝。还不说是吧？请。哎，你把酒桶放下，这酒很珍贵的。说不说？你放下我就说。撒。哎，说，我说，真毒无头。凶手应该恨意很大，但也没什么经验，把能想到的最毒的药全都放进去了。应该还有一种植物，但具体是什么，没验出来。什么时候能验出来？验不出来。这草药和蛇毒一样，千百种，除非下毒的人自己说出来，否则很难。真的？真的，嗨，我都说出来了，把酒给我吧。老鬼头，越老越磨叽。我看你是在家太闲了。哼，我闲，我现在治世了，最该做的事儿就2字儿：休息。来，咱俩干一干。有个人中毒了，现在可能还没死，救不了。这毒凶得很，神仙来了也没办法。来，老鬼头，不愧是你。李斯伯，见多识广。这才哪到哪呢？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们俩拿件好东西。这是画是按照尸体骨相大致画的，尸体肿胀确实厉害，只能画到神似了。除了碧柔，其他6个女孩都在。顾兄这几日跑遍了这些女孩的老家，都说没有见到她们回去。除了这6个女孩，被杀的多半是血口楼曾经的主顾。凶手为何要把他们所有人都杀了？小兄，你之前说见过碧柔，在哪？回西京多久了？刚刚回来。是不是压根没走？县主，我不是有意瞒您的，我这一身病，就算回了老家也没法生活，倒不如留在西京了。在做什么营生？好香啊！就自己调些精油、发油，可以滋养头发，也可以调理身子。县主若是喜欢的话，便带几包回去吧。若是您不喜欢太香的，我也可以调些味道淡的。别抠了，手都破了。我涂些蜜膏便好了。如意他们与你还有联系吗？我与他们交情本就不深，
也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开西京。他们是怎么了吗？如果有他们的消息，记得告诉我。这夫人，顾兄，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最近告假的官员？顾兄有线索？我知道一个人，在恒王死的第2日就突然告假，说有急事回家，但这些人又召集西京所有的名医进府。不过，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什么人啊？大理寺卿吴越坤。二位，我家家主出了门，各位在这等着也没用。告诉你家娘子，你家主人的毒，只有我能解。